罗伯特做梦也没想到，史蒂夫竟然要请自己吃饭。要知道，史蒂夫之前一直跟自己爷爷剑拔弩张，后来他被正式定为继承人之后，自己爷爷千方百计想找他缓和关系，但他别说给机会了，就连电话都从来不接。现在竟然主动邀请自己这个晚辈吃饭，怎么听都感觉好像天方夜谭。罗斯柴尔德家族年轻一代中，罗伯特不是最优秀的那个，但一定是最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其实各方面都并不算出类拔萃，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光环给了自己太大的加分和赋能，所以他也清楚自己这种小角色根本不可能被史蒂夫看在眼里。可是即便他猜不出其中缘由，但史蒂夫既然已经邀请自己，自己肯定不可能拒绝。毕竟史蒂夫将来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舵者，但凡能有任何与他拉近关系的机会，都不应该被错过。于是他几乎不假思索地立刻答应下来，说：好的，史蒂夫爷爷，不知道您打算在哪里用餐，我这就收拾一下过去。史蒂夫笑道：家族在湾区有一家高级会所，不如就在那用餐吧，你1小时后到那就好。罗伯特知道史蒂夫说的那家会所，虽然这里算得上是自己爷爷的大本营，但家族也有不少直管物业在这里。这些直管物业，即便是自己爷爷也没有管理权，所以他们一家人几乎从来不去这里，除非纽约那边来人。既然史蒂夫已经定好了地方，罗伯特这个晚辈自然没有任何反对的念头。他赶紧答应下来说：好的，史蒂夫爷爷，我这就过去。史蒂夫笑着问他：对了，罗伯特，你在学校有没有谈女朋友啊？罗伯特心中惊讶不已，不知道史蒂夫为什么这么关心自己，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说：目前确实有个女朋友在发展。史蒂夫爽快的笑道：好，那就把你的女朋友叫上一起。啊，罗伯特更是诧异，有些紧张的说：史蒂夫爷爷，我和他目前也还没有要到见家长的阶段。史蒂夫随口说道：哎呀，我也不算你的家长，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直接带上他过来就好，顺便也介绍给我认识认识，我这边也有朋友要介绍给你认识，你们都是年轻人，应该更有共同话题。罗伯特完全摸不着头脑，史蒂夫的每一句话他都不太能理解。本以为史蒂夫叫自己吃饭就已经很离谱了，还让自己带上女朋友，还要介绍其他年轻人跟自己认识，这老爷子现在这么有闲心的吗？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想拒绝也不敢拒绝，于是只能硬着头皮说道：好的，史蒂夫爷爷。史蒂夫笑道：那你们现在就准备一下过去吧。好。罗伯特挂了电话，心中一阵疑惑，他不敢耽搁，赶紧先给自己的父亲打了个电话。史蒂夫毕竟是家族的2号人物，无论对方是什么意图，罗伯特都得先告诉自己家人。他的父亲接到电话也感觉非常惊讶，史蒂夫和罗伯特的爷爷夺嫡之争的时候就已经撕破了脸，奈何罗伯特爷爷最终失败，所以即便做梦都想与史蒂夫改善关系，可史蒂夫一直以来都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却没想到这次竟然主动邀请家里的孙辈吃饭，这确实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对家族来说却也是一份意外之喜。毕竟从最开始的全面敌对，到现在史蒂夫能对自家孩子表露出友好，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于是罗伯特的父亲便嘱咐他，一定要在史蒂夫面前好好表现，如果可以，最好是能够替爷爷传达一些示好的讯息，最好是能邀请史蒂夫到家中坐坐。罗伯特感觉肩负重任，自然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随后他走出更衣室，见到了在门外等候自己的女友。
女友此刻就站在更衣室门外，他没有去休息区找个座位坐着，也没有靠在墙上玩手机，就那么跟模特一样站在门口，始终面带微笑。见罗伯特出来，立刻惊喜地上前，笑着说，今天的更衣时间好像比之前要快一些。罗伯特点了点头，对他说，凯瑟琳，你晚上如果没什么其他安排的话，我想你陪我去一个饭局。饭局？女友好奇地问，不是说咱们一起吃饭吗？怎么忽然又有饭局了？罗伯特无奈地耸了耸肩膀，道，我爷爷的大哥来了，给我打电话说要叫上我一起吃饭，还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有的话也一起带上。你知道的，他是我们家族的继承人，我可不敢忤逆他。女友瞳孔猛地一缩，表面上虽然看不出什么，但心中已经翻起惊涛骇浪。他算是书生中的贵族，倒不是他混血的血统有多高贵，而是他这一脉是破清会这么多年历史上真正拥有了一半能在西方历史上有迹可循的西方贵族血脉。与其他书生不同的是，他算是真正拥有了通往高级白人圈层的入场券。不要小看这一半西方贵族血统，对非白人血统的种族来说，想混这一脉血统并非易事。别看西方社会名义上很开放，但老钱和老贵族都非常传统，他们很多能容忍近亲结婚，但不能接受跨种族联姻。他这一脉从他的姥姥那辈开始，就在为了融入西方贵族圈层做努力。他的姥姥成功嫁入了当年一个从欧洲逃到美利坚的落魄贵族，他的母亲更进一步，嫁给了一个在美利坚颇有名望的老钱贵族，只是距离罗斯柴尔德这种顶尖家族还差了许多。他从小就被寄予厚望，从小经历饱和式的培养，就是为了嫁入西方最顶尖的家族。在他16岁那年，他的家人经过慎重评估，将罗伯特·罗斯柴尔德列为他的目标，所以他才用近乎完美的履历，顺利申请了斯坦福大学，然后开始用最完美的一面接触罗伯特，并顺利俘获了他的心。在他和罗伯特确定关系的那一天，他的家人将消息上报给左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立刻将这个好消息上报给了吴飞燕。吴飞燕甚至亲自对他和他的家人做出嘉奖，甚至许诺一旦他成功嫁入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最大限度给他和家人自由。全家人都为此激动不已，甚至充满期待。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能不能嫁入罗斯柴尔德家族，取决于罗伯特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而非罗伯特自身。所以他一直期待着罗伯特能带自己去见他的家人。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而且更没想到，这次要见的不是罗伯特的父母，而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史蒂夫·罗斯柴尔德。